錢有4腳，人有2腳，所以其實像外資的動向，它會是一個非常提前的一個訊號。如果它今天真的要發生軍事衝突的話，它會突然把中國持有美債的水位呢降到。實體黃金其實很難分割，然後又很難驗證真假，所以它在交易上面其實沒有那麼好用。下班为线，小路带你看世界。在我们錄影的今天，台股已經創下了新高，突破了47000點。現在呢 ，AI 供應鏈帶動了整個財富的效應，大家都希望在股票市場當中獲取高額的報酬。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就算真的如願以償，如果明天台海就發生了戰爭，那這筆資產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很多人都認為說，戰爭的訊號是軍隊會先集結，但是在這之前，錢會先有動向。這是一堂關於我們的存款、股票、房產的必修課，為您來介紹今天我們節目上的嘉賓，他是地緣風險理財專家劉益琦教授，非常歡迎。嗨，小路好，各位聽眾大家好。我們先從今天的這個錄影的時間的台股市場來看好了。想請教您覺得現在台股市場上面你怎麼看這整體的表現？有沒有什麼樣的風險？是不是一個健康的市場？好，所以今天台股剛破47000點，然後其實這是一個 AI 產業帶動的一個全球的經濟重組，所以資金呢等於是全球重新布局，那台灣就是全球重新布局的中心。所以其實呢，台股漲這麼高，不見得是不理性的，它有一個理性的產業的真實價值在後面。只是說呢，台海它永遠是有風險的，全世界其實也都知道這個風險。那目前的台股呢，雖然它很高，但是它一定有一個可能會發生政治衝突或軍事衝突的風險在後面。對，沒錯。所以呢，這個教授特別寫了這本書《地緣風險的理財課》，這個不是要觸霉頭啦，其實是要把這個風險提早掌握好，然後做出準備。像我也跟觀眾朋友也跟教授分享，我有聽過一種說法是說，我們出生長大的地方，我們工作生活的地方，我們資產放置的地方，還有我們不動產在的地方，你可以把這個4個領域當成獨立的事件去思考、去配置。可是現在台灣人的習慣比較少是走這一條路的，比較像是說所有的這個工作居住點、資產配置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尤其是台股。教授你怎麼看這個狀況？好，所以首先如果回到剛才講的這個戰爭風險啊，不是要觸霉頭，我們講風險就是它有可能發生，也有可能不會發生，跟車禍一樣。所以就財務的觀點，我們是理性的要去管理，然後預先準備這個風險，但它不一定會發生。然後如果再講到這個全球布局，其實呢，我們現在台灣人呢，我們的產業其實是全世界這個佔優勢的產業，而且是我們受的教育其實是品質相當好的。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要到世界各地去工作，其實也都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所以其實過去呢，我們都覺得我們就是安身立命啊，我選個地方出生，然後長大、結婚、生小孩、買房子，全部都在同一個國家。但是其實呢，我們跟我們的後代子孫，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可以全球移動的人。所以其實我們包括我們的財務投資跟我們的這個人力資本，你本來就是要做一個全球的配置。其實全球，當我們投資在全球的時候，也是一個風險分散。那所以如果今天就算是亞洲這邊發生的衝突，你可能還保留着像歐洲或美洲的資產的話，這樣可以做到風險分散，可以降低你生活中的風險。我跟你們說，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超級驚人的，就是我發現其實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國際線，但是呢，有超過1半以上的人沒有訂閱。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這個節目，也喜歡我們選擇的內容，我想拜托你幫忙，幫我們做一件事情，就是現在趕快移動到訂閱那個按鈕，按下去吧。因為呢，這個動作可能不花你1秒鐘的時間，也是完全免費的，但是對於我還有團隊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勵。我看着你們的訂閱，我就有更多的動力把這個節目做得更深更好，長期的陪伴大家。請大家幫忙按下訂閱，下班國際線。教授既然聊到我們要投資海外的市場，那海外有那麼多國家的選擇嘛？如果是不是聰明一點，投資中國股市是一個好的做法嗎？另外就是說，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很多印度啊、東南亞，像之前這個節目上面有其他位的來賓，前面幾集有說東南亞現在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機會，說的真的好像是這個滿地是金礦，就等你看不快開採這樣子。那你怎麼看其他的海外國家的布局？好的，那所以其實呢，這個中國，因為我們比較有可能的戰爭對手是中國，對，所以先把錢移去中國是好的嘛？那我這邊要講一個概念，其實這個
金融呢，它是最公平的東西，所以在戰爭的時候，其實受到衝擊的不只是那個被侵略國的金融體系，侵略國的金融一樣會受到衝擊。比方說，俄烏戰爭剛開戰的時候呢，這個烏克蘭幣呢，它貶值了25%，然後俄羅斯的貨幣它也等值的貶值了25%。那因為交戰雙方其實都要花錢。打人要花錢，被打也要花錢，所以呢，其實侵略國它的金融體系也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所以其實你既然都要風險分散，你就分散到第三國 ，OK， 對，就是不要讓自己曝險。那既然我們的最大的風險是台海戰爭，那你就是移開這個交戰國，我們就移到第三國、第四國，所以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然後再來東南亞，其實東南亞的話，它本身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性，就是它本身就是當你在中國的那個生產線會移出的話，它一定是移到東南亞。所以如果移到東南亞，它的確是可以是一個風險分散的標的。但重點核心是分散，對，重點核心是分散，对。好，那我們就直接來講最核心的。今天特別想要請教授來分析的，如果今天台灣的市場進入了戰爭，或是說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狀態的話，市場上面到底會發生哪些事情？我可以想到的，比如說有外資撤出，流動性的緊縮，或者是特定產業的暴跌。我好奇這些事件，經濟金融的事件，會以什麼樣的順序發生？我們會怎麼樣接收到這個訊息？所以其實呢，人家說這個錢呢走得比人還快，錢有4腳，人有2腳。所以其實像外資的動向，它會是一個非常提前的一個訊號。那外資怎麼知道？這個外資呢，因為其實這個金融法人啊，他有那麼多的專業人士在裡面，所以他掌握的訊息一定是比我們先的。那所以其實我要分享的是 Bloomberg 的話，它有一個兩岸風險衝突的一個指數。然後這個指數呢，其實我覺得還蠻準的，因為其實就是我們自己接觸國安消息啊，其實那個戰爭風險其實有高有低，然後但是因為這是國安機密，我們也不會往外講。但是後來就是 Bloomberg 就有給我看他們那個要付費的這風險指數，我一看，還蠻準的。所以其實呢，在金融市場上面，你去關注一些像是大機構的它的一些戰爭指數，或者是觀察一些外資動向，或是一些外匯的動向的話，它通常會提早告訴你說，有可能有這個衝突，政治或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那另外的一個指標呢，可以說，比方說在這個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然後俄羅斯呢，它做了很多去美元化的動作。然後第一個呢，他就囤了非常多的現金，然後呢，他在很多的交易，比方說这個他就減持了他的美元資產，在美國境內的美元資產，然後呢，他買糧食跟買這個能源呢，都特意降低這個美元交易的部位，他用他的俄羅斯幣或者是人民幣或者是這個那個印度的這個盧比去交易。所以像如果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對手國開始有這些動作，這些也是一些蠻明顯的戰爭訊號。我有聽過一個說法，就是說現在烏俄戰爭告訴我們很多現代戰爭的特徵，就有點像是老師提前把這個考卷的答案先給大家看。對，跟台灣有這樣子的對比性嗎？您剛剛提到就是俄羅斯會繞過美元的資產去處理，比如說像能源啊、糧食這些，那是因為俄羅斯跟美國之間有特殊的關係。對，我們講的現在中國嘛，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可以同步的比照來看嘛。對，因為其實今天如果中國要發動戰爭的話，其實它最直接會遇到的挑戰是來自美國，所以它也會採取類似的行動。那所以在金融界，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簡明易懂的指標，就是看中國持有的美債的部位。所以，因為呢，中國持有美債，那如果今天他發動戰爭的話，美國可以把這個他持有的部位給凍結、給止付。那對於中國來說，這筆錢就用不到、抽不出來。那當然，中國去美元化，它也是這10幾年來逐步在進行。但是呢，如果他今天真的要發生軍事衝突的話，他會突然把這個中國持有美債的水位呢降到3000億美金。因為3000億美金的話，大概是中國和美國一個月貿易量需要的這個外匯額。如果他連這個最低的外匯存底都不想維持的話，可見呢，對他來說，這個他真的是等不及了。所以其實呢，我們會注意這個有沒有低過這個最低限額3000億美金。好，看到了這個大型的金融機構或研究機構它的這個戰爭指數，然後另外就是中國持有美債有沒有低於3000億美金。對，好，那假設就是現在我們在討論這個時間點，我們充分意識到有這些指標我們可以追蹤了，然後我手上剛好有一個100萬可以動用的資產，我已經知道有這樣
的風險的前提，我該怎麼做？好，所以其實我還是要跟各位聽眾說，剛才講這些指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動態指標，但是你不能等到這些指標出現才在做種種战爭避險的動作，其實會來不及。尤其我們是一般人，我們交易的速度沒有那麼快，所以其實是要提前做。那所以剛才講的就是，如果說你現在有100萬，是現金嗎？還是台股？現金。那100萬現金的話呢，其實你可以想一下，有一部分的話是要在戰爭的時候維持你的生活。那維持生活的話，其實是因為戰爭的時候可能會衝擊我們非常立即的每天的金融交易，所以像是俄羅斯全面進攻烏克蘭之前呢，它就有非常多的駭客攻擊，針對烏克蘭的銀行，針對烏克蘭的各種交易系統。那可以想象的話，其實台灣也會承受類似的攻擊。那它可能直接攻擊的像是我們的銀行的資訊系統，那或者我們票據交換系統或是 ATM。所以像這樣的話，會非常直接導致你領不到錢。那所以這樣的話，你的第一個部分就是你要維持一個，即使我領不到錢，我的財產被凍結在銀行裡面，我還可以維持我的生活的那樣一個那個錢的水準。然後剩下的部分呢，你可以做一些比較長期的保值的投資，就是讓這個在戰爭當中這一筆錢呢，可以讓你安安穩穩的一直活到在戰爭結束之後。老師，我想請教細一點，意思是假設我有100萬，在戰爭的風險的前提之下，全部放在銀行的賬戶裡頭，不是最聰明的做法。這個我要說有點危險，因為我剛剛講的這個金融系統受到攻擊，就包含了我們的銀行系統、ATM、票據交換系統、信用卡交易系統等等。那這些系統呢，他們彼此是獨立的，同時被攻破的幾率不是很大。OK， 但是有可能你现在攻破了2-3個，就讓我們日常生活、日常交易非常不方便。那所以你就是要應對這種，銀行都沒辦法開門的時候，甚至發生擠兌的時候。所以其實像最低限度的話，你應該有2-3個月的生活費，它是以現金的形態。就在你家裡，我拿得到的，摸得到的地方。对。那我就請教，这個現金我摸得到的現金，在戰爭的時候，我真的出去可以買得到東西嗎？我們看到很多通膨的問題、擠兌的問題，這個時候現金的意義發生什麼變化？其實這個問題蠻好的。如果我們拿更近一點的例子，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從2月遭受轟炸到現在，它境內的物價已經上升了90%幾，所以90%幾的話，就是你的錢只剩下1/10不到。那剩下1/10不到的話，這個是惡性通膨的狀況，它不見得會發生在台灣啦，只是說像發生在伊朗的話，那你手上的現金呢就會暫時的沒有，就是在短暫時間內是沒有用的。這時候可能社會它會退化到說，那所以這樣的話，你可能要拿出外幣，你可能拿出美元或者是歐元或是日幣，那它的本身的那個交易的信用還是存在，或者是倒退到這個以物易物的狀況，就是你拿出來是別人也需要的生活重要的物資。那這個是就是最極端的這個惡性通膨的狀況。那所以如果我們假設在我們經濟體質還不錯，然後被攻擊還沒有導致崩潰的狀況之下，當然台幣現金還是一個最快的交易方式。但是剛才這個小陸問的的確是對的，所以其實除了台幣之外，你也要準備一些外幣。那當然最簡單外幣就是美元，那美元的價值一定都還是存在。然後再來的話，其實平常的物資儲備，生活的物資儲備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会很好奇，為什麼老師沒有提到所有的長輩都告訴我們就是要買的黃金，還有我們在很多的電影裡頭會說，我如果要送你走路的話，我就給你一隻勞力士的手錶，這其實可以讓你在這個江湖上面繼續闖蕩。這個概念有合理嗎？其實黃金的話，因為當世界發生動亂，總體經濟受到衝擊的時候，黃金一定會漲。所以其實如果你投資黃金的話，黃金那邊賺的錢就可以彌補你其他部分的損失，這個是不變的原則。但是黃金本人，這實體黃金在現代交易好不好用，其實會有很多的限制。如果簡單來說，我們講一個極端的狀況，如果你的小孩發燒，然後你發現你就是忘了囤那個退燒藥水，你手上只剩下一條金條，那現在在一條金條大概100萬，你要不要去換那個退燒藥水？因為我要救我的小孩。对，但是这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抉擇，有沒有？因為黃金不大好切。然後你如果拿黃金去跟鄰居交易，鄰居也會有點害怕，因為很難確定真跟假。尤其呢，最近其實中國有發展出一個，就是很容易通過那個檢驗機器的那個黃金，但它是假的這樣。那所以其實黃金它在實體黃金，我們現在它其實很難分割，然後又很難驗證真假，所以它在交易上面其實沒有那麼好用。那我們現代的話，其實有很多比黃金更好用的這些交易的工具。最簡單來說，如果你有美元現鈔的話，是不是就很簡單？這一切的煩惱都可以解決。OK。然後，像是你家裡如果有足夠的水、電池，然後或者是米，那你去換的話，這個換的話就會更容易出手，更容易換到你想要的東西。所以一個是外幣嘛，一個是我生活的必備品。對。實體黃金在特殊時期非常難交易，那平常我的準備是不是就是拿我的美元去買
黃金相關的商品，像是期貨？其實現在投資黃金的話有很多管道，所以你不見得要買黄金本人，你可以買黄金基金、黃金 ETF、黄金期貨、黄金存折。所以像這些只要發行機構它沒有倒的話，所以在這個混亂發生之後呢，它還就會有一飛沖天的漲幅，可以彌補你在其他地方的損失。所以依然投資黃金依然可以幫你避險，但是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黄金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像這樣子的迷思，可不可以再請老師幫我們整理1-2個，讓我們去矯正，或者是去樹立一個正確時候的戰爭時候的交易觀念？好，所以第一個其實是實體黃金的角色。那所以實體黃金的話，其實交易在現代來說，它不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然後如果要移轉，比方說你想要移動到其他國家的話，其實黄金也是一個非常難攜帶的移轉的一個工具。所以像是我們可以考慮這個海外開戶，你可能在和平的時代，你就維持一些海外的戶頭，然後有一些海外的資產，然後但是呢，你要處理一個身份認證的問題，可以讓你順利的，如果逃到海外，也能夠動用這個賬戶裡的資產。這個其實需要一些預先的一些法律的安排。然後再來呢，其實是你所意想不到，像虛擬貨幣的話，它其實會在這個財富移轉裡面也扮演一個非常方便簡單的角色。比方說呢，在烏俄戰爭的狀況，有很多烏克蘭的小孩被送到國外去避難，但是結果呢，他的遺失了所有身份證明，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動用他爸媽留給他在海外的賬戶。但是呢，如果這時候這個小孩呢，他帶着比特幣的冷錢包，然後他記得提詞跟密碼，他到了哪個國家不用身份認證，然後都可以去提領。所以像這樣的話，虛擬貨幣它其實有它這個方便移轉的一個角色在裡面，而且會避開所有的政府的查。那也想進一步請教，很多人都說戰爭爆發的時候最混亂的時間是前面2到3周，這個時間點對嗎？然後在2到3周之後，我是不是就不用擔心這個外幣啊，這個什麼現金儲備啊，或者是生活必需品儲備？3周之後就可以回到金融市場的秩序嗎？如果我們拿烏克蘭做例子的話，烏克蘭大概是可能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然後平復。在初期的話，它這個貨幣貶值啊，或者是這個擠兌、銀行擠兌、ATM 系統失靈，種種的他們都有發生。那其實烏克蘭呢，在戰爭發生前，它不是一個評價很好的國家。那台灣相對來說，台灣的金融體系跟經濟體制是優等生，所以如果烏克蘭花幾個月平息的話，台灣應該不用那麼久。但是就是平息之後呢，我們一些立即的每天交易的問題會得到解決，但是可能還是會物價還是會漲，然後可能你生活還是會不方便，然後某些物資還是會短缺，因為戰爭可能伴隨的是海陸空它交通的部分的不通暢或是封鎖。所以其實呢，在最混亂的期間呢，可能2-3個禮拜，可是之後的話，我們可能還是要應對這個可能物價逐漸上漲，然後股市也有可能是暫停交易或流動性不佳的這個狀況。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呢？是因為老師，我在你的書當中啊看到了一篇很重要的壓力測試，你有提到6個月這個做好的這各方面的儲備，可不可以再多跟我們講一下？好，那所以其實為什麼是6個月呢？其實也包括這是全社會防衛韌性的目標，就是我們在這個面對這個如果發生軍事衝突的話，我們本島可以至少守6個月。那所以6個月的話，等於是估計一個國際的援助來到的這段時間。所以我會覺得說，你的基本的物資啊，在一些包括現金啊，一些生活最重要的儲備，至少要撐6個月。理解。那除了黃金，許多人的避險的方式，現在包括自己的資產組合裡面，也有美國的國債或是海外的債券。很好奇，剛剛這個開頭有講到，戰爭爆發的時候，我這個賬戶證券戶裡面的資產，首先台股的這個我的持有會怎麼樣？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海外的債券跟美國國債，它算是我的保命仙丹嗎？對，所以其實大家其實現在可能手上都有一些投資，然後有美債，可能也有台股。那我先講台股的部分。那其實如果今天戰爭爆發的話，我們可以預期的一定是交戰國的股市一定會下跌。但下跌我們要不要馬上拋售？那其實這個牽涉到說戰爭到底是不是真的爆發了，或者會不會停？因為其實現代戰爭是真的很難預測。因為有的時候你覺得好像要爆發了，結果它可能就是外海圍一圍，然後可能兩個禮拜後它就散掉了。所以這時候如果你這個台股先賣，你不是先賠了嗎？所以其實反而是我不覺得要你那個戰爭一爆發你就馬上把台股清掉。我反而不支持這樣，除非你是身上一點錢都沒有了，你才做這種非常急的要變現的動作。要不然，其實如果今天軍事衝突爆發，然後你這些台股的部位跟你平常生活的資金沒有關聯的話，你其實可以先放着，好，然後再來是美債的部分。
美債是非常重要的避險的部位，而且如果是美國公債的話，它就是視同準現金這樣。但是呢，戰爭當全球戰爭爆發的時候，通常都是一個全球通貨膨脹的時候。比方說這個伊朗戰爭爆發，你也看到了，就是都是對全球的能源價格跟物價都帶來的衝擊。那當全球物價上漲的時候，其實對於美債或者是歐債等等的債券，其實都不是好消息，因為債券呢，它是一個名目資產，那名目資產特別容易受到這個物價上漲的衝擊，所以就算不是交戰國，就算是美債，它其實表現都會是相對不好的。那這裡也不是說你戰爭發生就趕快把美債全部出清，也不是這樣子，而是讓你覺得說，好像戰爭的風險提高了，那你就應該降低這個美債持有的比例。那這時候呢，你應該把這個資金呢轉到其他的國家的，可能是股市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實質資產，像是貴金屬。那我們講到是這個證券戶裡頭的嘛，我的房子呢？好，那所以房子的話，尤其是非常有趣的話題。所以給大家一個數字呢，所以烏俄戰爭爆發，爆發以來，基輔的房價還上漲了8%。怎麼會這樣？對，所以其實你會覺得很違反常識。對，那事實上是基輔呢，算是在烏克蘭相對算是大後方，所以呢，全烏克蘭避難的人們湧進基輔，那就產生了租房跟買房的需求，反而是推升了房價。那所以這裡我要講的事情是，其實戰爭會帶來最大的金融衝擊，其實是這個本國貨幣的貶值加上通貨膨脹。那這兩個的話，都會對名目資產造成影響。名目資產就是說，它的收入呢是寫死的，像是存款啊，像是保單或者是債券。但是對於實質資產，也就是它的收入可以跟着通貨膨脹調整，像是房子或是股票。那其實實質資產它是可以保值的。那對於我們經濟學家來說，其實我們會把戰爭看成是短期的衝擊。所以像一般人都覺得戰爭就是人生的結束。我們經濟學家看不是，戰爭就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我們會繼續活下來，經濟要繼續成長。所以一旦如果今天戰爭結束，我們要重建國家的時候，那土地呢，它會是非常重要的重建的資源，它就會暴漲。那股市其實也是，所以握有股票的話，其實我們看的是在戰爭結束之後它強勁的漲幅。那所以像是這個房子的話，我覺得大家看房產要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重點。第一個，你的房子如果被炸爛的話，那還是一筆損失。所以首先呢，你的房子不要在交戰的熱區。那交戰的熱區要怎麼看呢？所以像是我们可以想象台海戰爭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境，那除了封鎖之外，另外就是空襲。空襲的話，因為飛彈呢，它其實是很貴的東西，它不會像煙火一樣一直全島亂放，所以它一定是炸重要的設施。那所以如果你的房產呢沒有靠近這些會被轟炸的重大設施的話，那它就是相對安全的，同時也是你可以居住的地方。然後呢，你投資在這些你的如果持有這邊的房產的話，其實相對來說是保值的。但是如果你的房產是在容易轟炸區或者容易登陸的紅色沙灘附近的話，那其實我是推薦你住都不要住啊，那何況是持有也是不要持有。老師，那你怎麼看軍工股？因為我們在就是處理日常國際新聞的時候，不論講到烏俄還是美以，有人的想法就是他要趁這個時間趕快重壓軍工股。其實當全世界的戰爭風險上升的時候，軍工股它一定是漲幅是最高的。那而且軍工股的話，我們要把我們的想象給拓展，因為過去你可能覺得只有漢翔跟寶一才是軍工股，現在不是，因為其實呢，我們現在的趨勢是軍民兩用，尤其是做無人機的話，有很多公司它可能本來做的是其他的精密器具或是通訊產業，那所以其實我們要尋找的是那些能夠跟新科技整合的這些新的軍工股，它本來可能不是做軍工的，但是它的技術呢，有可能先切進軍工。那有一個例子蠻好的例子是那個日股，所以日股從去年到現在已經漲得非常非常多，尤其像三菱重工，那其實是因為它接得到軍工股的單子，而且在修憲之後呢，它就可以出口對全世界這個軍工產業的出口。那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呢，我們其實要尋找有潛力的軍工股的標的，而且你是全球在尋找。那但是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新科技的軍工股，那這些新科技的軍工股的話，它其實是走在科技的尖端，所以它其實會有一個規模，它的規格不見得符合最新的，就是它可能一個新的新聞說，美軍剛好要採購啊，結果可能下個禮拜新聞是結果規格不符，那個採購案就乾掉了。所以如果你要投資軍工股的話，它就跟投資這個最高科技的高科技股一樣，你一定要對它的技術跟產品有充分的掌握跟了解。然後這邊我就很想跟老師分享一下，我真的覺得這個經濟實力是一件非常現實的事情。我們在討論，老師剛剛有提到，就是不能戰爭爆發的當下，我在做這些風險的配置嘛。所以我有個朋友，他又有這個
新加坡的 banker 在服務他，又有這個香港的 banker 的服務他，他的這個私人銀行，這個各式各樣的配置都已經提早幫他做好，所以他沒有那麼擔心。畢竟這不是一般人的生活處境嘛。所以我假設现在我理解到了这整件事情，從今天開始我可以做的事情有什麼？好，那所以其實我們還是回到最基本的投資的原則，就是分散風險。其實今天就算是和平的時代，我們也要分散風險。那分散的話，包括了分散在全球不同的區域。那所以你就不要100%錢都投資在台股，但是也不用全部匯出去。全部匯出去的話，就錯失了47000點。那所以可能你就匯出，你就決定一下，你今天可能是投資30%還是40%的錢在海外。那海外的話，剛才講的，你可以有一些海外債券，但是海外債券的比重應該要比股票來得低，因為它會受通膨的影響比較大。那海外的股票的話，其實你有很多方法可以開海外的證券戶。那最簡單的是，你還是可以開複委託啦。雖然複委託是透過國內的銀行，但我們大概可以預設說，經過最混亂的時期2-3個禮拜或1-2個月之後，台灣的銀行們應該都還在，就像伊朗的銀行沒有一家倒一樣，它應該還在。只要它還在的話，你在那邊複委託的錢也還是在。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複委託是最簡單的，然後再來你可能開一個海外的那個券商的戶頭。那有一些像是 First Trade 這種線上的券商，當然你要挑選那種可靠的，然後名聲比較好的，然後遇到問題會幫你解決的這些海外的券商，直接開海外的證券戶，然後投資海外市場股票。是的，是的。老師，我剛剛想到一個很現實的狀況，就是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是打開手機上面交易嘛，不論是這個台灣自己的券商，還是 First Trade 這種。那戰爭真的爆發的時候，假設他們攻擊的是這種通訊的基礎設施，我完全連不上這些，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個情境是什麼？所以其實那個剛才前面有講，那所以在這個現代戰爭最重要的一個前導戰爭其實是駭客。所以駭客攻擊一定會發生，然後斷網跟斷電，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情境。基本上斷網跟斷電之後，你的錢還在，你的賬戶還在，但是你在短暫的時間內是沒有辦法登錄戶頭，更不提說你根本不可能賣得掉。所以這些錢呢，變成你要有耐性，它可能就是大概可能這個混亂時間平息之後，你打開看到它還在，然後但是呢，它在你最緊張的時候，它沒有辦法直接變現。所以這時候你就是要有一些長期的跟短期的配置，短期的配置就是保命，所以就像我剛講的，那你可能就是有保留2-3個月的現金跟生活所需摸得到的，然後這些放在海外的投資呢，它就是你有耐心，它不會不見，但是你大概就是要估計在混亂的時候，你可能沒有辦法登入。那節目的最後呢，我們來聊聊護國神山吧。就是我們之前也聽過非常多，可能是有一些戲劇性的推測，就是會覺得台積電對於現在整個 AI 的發展，這個供應鏈硬體製造非常的重要。為了不要讓中國可以這個拿到台積電，所以最極端的狀況，美國會直接把台積電炸毀。這個是我們之前都聽到很像戲劇性的情節。我想請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從你的視角來看，這個可能性高嗎？這個可能性我覺得是不高的，因為其實這樣對全世界的成本來說都非常非常代價太過巨大。那所以如果要暫停生產線的話，其實有很多種辦法，而且其實這個美國的話，美國它其實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確保這個台積電不要落入中國的手裡面。怎麼說？因為其實因為其實像我有直接跟美軍在對話。如果像美軍的印太總部现在是太平洋司令部，他們曾經說過，他們不會讓任何一個解放軍活着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好，如果他們這麼有信心的話，那其實代表說他們認為最後棄守台灣、炸掉台灣的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那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極端情境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發生。在這個極端情境發生之前，全世界會用各式各樣的政治的、外交的手段避免這個極端情境發生。您在書中有提到說，像是非常重要的這個ASML 的這個光刻機，你說他們有遠端可以關閉這所有生產線的一個機制，是不是？對，所以其實我們在現代的這些產線，重要的其實不只是現場的硬體，還包括這些遠端的這些生產資料。所以其實包括在這個備戰有一個企業備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其實是備援，建立備援系統。那像這些生產資料呢，它本身也是要非常重要的一個備份。那換句話說，如果我抽掉備份的話，其實也代表說，我就可以把這個最重要生產機密都抽走。今天我們從台股突破了47000點，一路聊到了這個未來，假設我們要怎麼樣判斷相關的風險訊號，怎麼樣提早準備，怎麼樣應對。那這不是一個悲觀的選擇，而是讓更多的主動權可以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今天特別謝謝教授在我們節目上面的分享。我們時間的關係，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下班國際線，下次再見，大家拜拜，拜拜。